聚焦国际热点，剖析军事装备，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新闻节目。003型航母将使用电磁弹射技术，按现有的技术分析，使用电磁弹射系统将要用到核动力，否则可能无法为电磁弹射系统提供足够的电能，这是让国际专家较为困惑的地方。因为现有的证据证明，中国新航母将不可能使用核动力，如何在一艘常规动力航母上使用最先进的电磁弹射技术？中国人是如何做到的？航母作为一种大型水面舰艇，普通人根本见不上，只能在网络上领略一下航母行驶的壮观场面。简单来说，航母相当于一个移动的海上军事基地，它本身没有作战能力，主要是依靠舰载机。舰载机性能的好坏直接决定航母的作战能力。美国之所以保留为数众多的航母，主要目的是为了推行其全球战略。中国在航母领域也一直在进步。目前，我国跻身双航母国家行列，尤其是山东舰服役后，外界对我国海军的关注度也比较高。同时，舰载机建造工作也在不断推进。更让人兴奋的是，国产航母传来好消息，我国海军终于亮出底牌，实力不再隐藏。近年来，中国一直致力于航母研发，即使在西方国家的技术封锁下，我国科学家克服各种困难，在技术上有了更大突破。专家此前曾经公开表示，我们已经开始了核动力系统的研发工作，玲珑1号核反应堆会起到推波助浪的作用。如果将该系统应用到下一艘航母上，将会成为一张实力强劲的底牌。专家称，按照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将会在2025年左右研制核动力航母。对此，外国媒体认为，这比他们想象的提前了5年。不可忽视的是，建造航母不仅需要技术的支撑，更需要强大的经济做后盾。如今，中国已发展成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仅次于美国，能为航母建造提供足够的经济支持。同时，有了经济的支撑，也能让更多的科研人员投入研发工作中，从而加快航母研发进程。事实上，俄罗斯也有建造航母的想法，捉襟见肘的经济阻碍了航母的研发，所以俄罗斯专家表示无奈，只能发出感叹。目前，世界上拥有核动力航母的国家只有美国和法国。美国一边发表航母无用论，一边快马加鞭制造航母，不少国家信以为真，放弃航母的建造计划。事实上，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提高自身军事实力，这才是护身符，实力强悍了，别国才不会欺负。总之，航母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象征。拥有更多的航母，海军的战斗力才会大大提升。实际上，从2020年开始，关于003型航母的卫星照片就不断的在社交媒体上更新和流传。因为一项技术的使用，让这个问题充满了挑战，那就是003型航母将使用电磁弹射技术。按现有的技术分析，使用电磁弹射系统将要用到核动力，否则可能无法为电磁弹射系统提供足够的电能。众所周知，美军福特号航母从开工至今10多年，该航母虽然2017年交付给了美国海军，但因为电磁技术的障碍，迟迟未能形成战斗力。福特号航母也是全球第一次使用电磁系统技术的航空母舰。这项新技术的应用被认为比蒸汽弹射系统提升战机起降效率50%，且能节约能源高达67%。可以说，蒸汽弹射在电磁弹射面前是完全被碾压的。这是驱动美军在电磁技术不完善时就强行安装上福特级航母的推动力。至少目前看来，美军尚未取得成功。中国人已经在该领域弯道超车了吗？为什么美军尚未完全掌握技术，中国人就应用在新的航母上？根据分析，中国使用的电磁弹射技术路线同美军的不一样。中国使用的是电容性放电技术来产生驱动弹射器的电磁能。除了在陆上基地已经成功测试，据分析，中国另外一项武器的成功测试验证了相关技术，这项武器就是电磁轨道炮。在2018年，中国首次进行电磁轨道炮的装舰试射时，这项技术被证实有效。电磁轨道炮被认为是中国技术领先的一个武器领域。美军在该领域的研发早于中国，但是美国研发的电磁轨道炮样机目前尚未装舰测试。据美国公开的报道，之所以这样，就是电磁技术遇上了难以逾越的技术障碍，因此电磁轨道炮的成功研发被认为是中国人掌握这项技术的佐证。而美军的福特
号航母目前还是一个失败的象征。新的航母无用论的理论基础同上世纪完全不一样了。上世纪主要是利用潜艇的群狼战术，本世纪初期中国的东风21D 导弹以及俄罗斯的锆石导弹都被称为航母杀手。这些造价相对航母要便宜的多的导弹，可以对航母产生致命威胁。在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下水之际，俄罗斯人就公开宣称，英国航母在俄罗斯海军面前就是一个大型靶标，这同数十年前的苏联海军的态度一样。当然，必须承认的是，不管是数十年前的苏联海军还是当今俄罗斯海军，都具有击沉世界上任何一艘航母的能力。但是同时必须要知道，任何一种武器从建造出来之际都有着被摧毁的可能，但并不是说它可能被摧毁就不去建造它。每一种武器都有其战术或是战略作用，在特定时期和特定领域发挥着无法替代的作用。就如美军清楚地知道其海军航母舰队有被击沉的风险，但美国海军航母舰队依旧是其部署在全球展现美国实力的最有力武器。航母无用论本来就是一个伪命题，况且航母都可能被击沉，任何其他型号的军舰就更有可能被击沉。那么海军还有存在的必要吗？都去学习蒙古海军好了。中国建造航母舰队有着自己广泛的战略和战术目的。在中国建造航母的时候，国际上开始流行航母无用论，从某种角度上说，这就对了。这不，美国国会有关于中国海军的最新研究报告已经出来了，他们聚焦的正是搭载了国产电磁弹射技术的中国新航母。美国报告表示，美国此前对于中国这款新航母的推测是排水量可能在8万吨到8.5万吨之间的一款新型常规动力航母，但就目前最新的商业卫星图显示，中国这艘新型航母的排水量已经接近10万吨。除此之外，其还有很大可能会配备电磁弹射器。这就说到我们今天的主题上了。电磁弹射是不同于常规滑跃式起飞以及蒸汽弹射的另一种方式，相比后两者其好处多多。首先就来说说这个效率问题。对于任意一款武器装备来说，效率那是头号注意对象，颜值什么的我们可以暂且忽略，而电磁弹射的效率明显要高于其他起飞方式。就拿蒸汽弹射来说，电磁弹射热转换率可能是蒸汽弹射的10倍左右，而且预热快，速度快，可不要小看这个转换率和速度的提升。如果在遇到突发情况下需要起飞10架舰载机，但是采用蒸汽弹射器的航母可能只能起飞8架舰载机，但是电磁弹射却可以起飞超过10架的舰载机。对于这种突发情况来说，孰强孰弱一目了然。更何况电磁弹射装置的推力大小还可以调节，这样一来，我们在部署舰载机时就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如果说到歼31或者是更新的舰载机上舰的话，我们也不用因为弹射装置的问题妥协，想让隐身舰载机上就让隐身舰载机上，而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我们完全可以让我们的歼15代劳一下。对于航母来说，舰载机就是其最强有力的武器装备，但是因为甲板面积的大小，可以舰载的数量也不尽相同，再加上蒸汽弹射会占据很大的一部分，所以导致舰载机的数量就更少了。而电磁弹射装置的体积比较小，可以为航母甲板预留更多的空间，这样一来，航母战斗群的实力也会随之增高。除此之外，电磁弹射的维护也不需要太多的人员，这样一来还可以减少舰船配置。拥有如此多优点的电磁弹射，谁不想要呢？所以美国在福特级航母开始时就采用了电磁弹射，这也许就是美国为什么会大力发展核动力航母的原因。因为相比常规动力，核动力航母想要提供如此强大的能量会比较容易一点。但就算是如此，美国也是辛苦钻研了21年才成功让电磁弹射装置上舰的。问题又来了，美国这样一个军事强国都花费了21年才成功上舰电磁弹射，那基础远远不足的我们是不是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研制出电磁弹射？这么一说，新航母是不是根本就没有采用电磁弹射装置呢？如果是这样想，那你还真的是小瞧咱们中国的技术水平了。从目前透露出来的各方消息来看，中国新航母采用电磁弹射技术算是已经锁死了，而且早在之前，马伟明院士就已经表示，中国在电磁弹射技术上已经完成了中压直流供电系统。这也难怪美国如此在意中国新航母的进程。一个啥基础都没有的国家，只用了1半的时间就研制出了技术更加先进的电磁弹射技术。美国不生气谁生气？对于我们来说，这个弯道超车超的有点过于爽。随着各方不断的精进，中国的发展速度是越来越快，不只是电磁弹射技术，还有更多更加先进的技术领域，中国都会将
越走越远，也注定会走向属于自己的康庄大道。好了，今天的精彩内容就先到这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点赞，咱们下期再见。